Hello，大家好。这一盆兰花是我在1月中旬买回来之后就发现有烂根的那一盆兰花。大概在2月底的时候，当我把它转到水苔跟木炭的介质种植的时候，还跟大家分享过。如果朋友们你们有兴趣看一下当时我是怎样把它种在水苔跟木炭的那个视频，可以摁一下右上角的连接，就可以看到我当时是怎么处理这棵有烂根的兰花的。到现在已经过了2个多月了。现在来看一下这棵兰花现在长的情况怎么样。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花，花依然开得还是非常的美丽。这边还有一个花苞没有打开，这个是最后的一个花苞。看一下这边，这边的花全开了。这里好像开始又长一个花苞出来。上面这里长了2个新的花苞。总体来说，花开的还是挺不错的。现在来看一下根的情况怎么样。这一颗兰花我买回来之后就发现有烂根，然后我就把它的植料除掉，裸根放在杯子里面，大概有1个半月。在这1个半月的时间里面，我都是每隔2、3天就给它喷喷水，一直到所有的伤口都愈合了，然后才把它种到这个水苔跟木炭的植料里面去。现在过了2个月，看一下它的根长得怎么样。大体上看上去根还是长得比较健康，没有发现有烂根。现在来看一下它的根，看见这一条根吗？它是新长出来的根尖。看一下这个红色的根尖，它已经长了有这么长了。这边的根尖也已经开始发白，也开始长了。这一个根尖已经长了这么长了，也是新长出来的。这样子看这个看得比较清楚一点。里面的根长得也是挺好的，也有新的根在里面长着，但是现在这样子看得不太清楚。总体来说，这盆兰花长得还是非常好的，
花也一直在开，也长出了新的花苞，根也长出了新的根，就说明这盆花非常喜欢这种种植环境。这种水苔跟木炭混合在一起种植的方法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方便。之前我都是把水倒在杯子里面，然后让水苔慢慢的把水吸干净。后来我就感觉到这种方法呢，也是可以做进一步的改良的。我观察到每一次我把水倒进玻璃瓶的时候，水苔都是非常快的就把水吸干净，然后杯子里面也保持着非常好的湿润环境，水汽也是比较容易就挥发掉。但是呢，我发现这样子每一次上面的根的湿度不够，上面这些根比较容易就干掉了，因为水很少会上到上面去。有的时候上面那些根已经非常干了，全部都发白了，但是杯子中间或者底下面那些根还是比较湿润的，因为它有水苔在里面，所以它的保湿程度还是比较好的。如果这个时候我再浇水进去呢，就会造成水分太多，容易造成烂根。我们平常浇兰花呢，就是说要见干见湿。什么叫做见干见湿呢？一定要非常干了才浇水。浇水的时候呢，一定要浇透。所以呢，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这种方法呢，就是在花的头部里面喷水。我都是这样子，每一次等它非常干了，就这样子在头上面开始喷水。然后水分多了之后呢，它就会流到下面那些水苔里面去。你看一下这边的根都是非常白的，但是你这样子浇水的时候呢，它就马上就会变得有一点绿色了。有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上面那些根已经非常干了，都发白了，但是杯子中间还是感觉有水分的话呢，你就轻轻的在上面稍微的喷一下水就可以。像我现在杯子里面有一点点水，因为我这边天气比较干燥，所以呢，它非常容易就挥发掉，我就不需要把这些水倒掉了。如果你的气候环境是比较湿润的话呢，你就要把这些水都倒掉了。现在来总结一下这棵兰花的种植方法。我买这棵兰花的时候是在冬天，回来之后发现它根烂了，所以呢就带花，就把它原来的植料除掉，裸根放到玻璃瓶子里面，大概有1个多月。在这1个多月里面，到根完全发白了之后呢，就给它喷水，大概是2-3天就给它喷一次水。之后就把它种到水苔跟木炭的植料里面去。用水苔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弄湿，然后拧干，打蓬松。分量不需要很多，轻轻的把它塞到根里面就可以。你现在看一下这个玻璃瓶里面的空间比较大，空气流通比较好。
每一次浇水呢，一定要等所有的根发白了，里面的水苔非常干了，就在上面给它喷水，完全给它喷湿了就可以了。这种种植方法我现在还是非常的满意的。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拜拜。